我们在案发现场也找到了这把凶器。你是用这把刀杀死了你的丈夫黄家祥，对吗？我那是自卫。自卫？这是我们的验尸报告，刀是从黄家祥的背后刺入，导致了他胸口主动脉破裂而死。你说是自卫，有点说不通吧？我和家祥就是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啊！我但凡能生，我不会找别人的，我不会把他们抓过来。他们要是给我们生孩子，我就会放了他们。我一定会放了他们的，我会放了他们的。那你也不能为了生孩子而去害人啊！他们逼我，他们逼我，家里人逼我，村里人也逼我。我不会伤害他，相信我。我就是想要一个我跟家祥的孩子。我不想伤害他们。夏警官来了，倩倩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女儿，不然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。哎，平时你们会不会对父母表达自己的感情？表达啥感情？表达我想你们啊，我爱你们，谢谢爸爸妈妈。这么直接吗？哪儿有啊？这种事情你不说我不说，大家心里知道就行。哼，头儿，怪不得你现在还单身呢。头儿，能再来份猪蹄吗？凯哥吃了俩。那，你把我那个也吃了吧？你怎么吃这么多呀？不是我，服务员你好，再来一份猪蹄。哎，你谢谢。能少吃点儿啊？这每次数你吃的最多，你再这么吃，我跟你说，下次你请客啊。我请就我请呗，我请客，你给钱。
有什么发现？这个地方市政正在修改管道，尸体是从地底下被挖出来的，是由管道工人发现并报了警。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还裹着条毯子。现在能不能判断出来尸体埋了多久？根据目前尸体的情况看，埋了很久，具体的时间详细尸检之后看到报告我们才能知道。 你看这泥土，泥土比较干燥，土色也比较均匀。头儿，发现一枚戒指，带回局里。好，来拍一张。照。这里。拍一下。 照。钱宁，哎，这是夏老师提取的骨粉，你查查看有没有血红细胞。行，一会儿给你啊。好。顾岩，哎，把这个商标查一下。好。女性死者的年龄是18岁到20岁，身高1.63米，尸骨完整，在尸骨的表面附着了大量的泥沙，全身的骨骼有多处骨裂，受损的地方血液浸透到骨质，形成血红素。身上大部分的伤痕属于濒死伤，这说明死者在死之前受到过殴打，还有虐待。根据发现尸体位置的环境来推测，死亡时间至少有5到8年。 那现在有没有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？死者的肩胛骨还有锁骨有陈旧性骨折，但是修复得非常好，这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得到过非常良好的照顾。
除此之外，目前没有其他线索。现场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。这枚戒指也只是普通的饰品，没有牌子，只不过在上面有一个特殊的符号。钱宁那边有什么发现？钱宁，他说他现在只能证明一点，那就是死者在遇害的时候是夏天，因为他穿的是裙子。这谁不知道？林卫东，你那边呢？询问过现场的情况，案发地乔家园小区之前是教职工宿舍，因为这个地方允许外面的租户进来租住，所以辗转住过很多人，人员混杂，想要查这里到底有谁失踪非常困难。我们现在首先还是要先弄清楚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，只有查到这个，才可能有其他的线索。有一个办法可以帮我们判断死亡时间，不过我们得找一个植物学家。怎么说？你们看啊，尸体周围的树根明显有过重复生长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在掩埋尸体的时候挖断了树根。我们找一个植物学家来判断一下树根再次生长的时间，基本就能推算出死亡时间了。哟，都忙着呢。哎，钱宁，你说有什么新发现吗猜，死者的死亡时间？2009年。不是吧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下一节找的植物学家已经推断出树根重新生长的时间是10年，所以推断出凶手掩埋尸体的时间应该在2009年的时候。怎么样啊，钱博士啊？那有什么呀？背心裙上的牌子我已经复原了。就这？真的假的呀？嘿，这还能有假呀？根据厂家提供的面料，经对比确认，这件衣服应该是2007年到2010年这3年间生产的。怎么样，胡硕士，找人吧？行，干得不错啊！谢谢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拜拜。我记得我们通知的是齐梦的父母，他的父母为什么没来？他的爹妈各自都有了家庭，都挺忙的。梦梦是跟着我们长大的。他参加完高考以后，跟同学一起出去玩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梦梦很听话，他不是个整天不着家的孩子。可是他能去哪儿了呢？我到处都找遍了。2009年7月10号那天，我女儿沈露白天跟她妈妈吵完架，晚上就离家出走了。你们是找到他了吗？我女儿婷婷离家出走的时候，的确是写了一封遗书，情绪方面也有一些低落。但是不，情绪不低落，是有些生气。我女儿是不可能自杀的。再说了，如果她自杀，当时肯定会被发现的，怎么会过了这么长时间被你们找到呢？那她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呀？这件衣服是谭婷婷的吗？不是。不是。这枚戒指，你眼熟吗？不认识。那他走之前穿的衣服，你还有印象吗？不记得。你仔细看一下，这件衣服是你女儿的吗？不知道。你女儿的肩膀骨折过吗？不知道。我真的是什
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跟他妈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一直很少管他，真的是管他太少了。那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吗？消息？要是有消息，要你们干什么呀？要警察干什么呀？您先别激动啊，先别激动。谭婷婷她有没有骨折过？骨折？对，锁骨和肩胛骨有没有骨折过？没有，婷婷没有骨折过。我就说嘛，这不是婷婷，咱们婷婷还活着呢。对，您的孙女有没有骨折过啊？没有。警察同志，你说我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们还能见到梦梦吗？万一他哪天回来，我们都不在了。放心吧，梦梦能回来的啊！相信政府会把她找回来的。别哭了，啊！年轻人气性真大呀。凯哥，你年轻时没干过蠢事儿？我也就是生气吵个架，出去转一圈就回家了。离家出走这种操作，我真的是干不出来。我不信，拉倒吧你肯定离家出走过。我离家出走过啊。啊，夏姐，你不太可能吧？我有什么不可能？那个时候我妈刚过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爸相处，所以吵了一架我就跑了。那你离家出走，都去哪儿了？哪儿都没敢去，在我们家小区楼底下坐了一晚上。然后呢？回家了。就回家了？不回家还能干什么呀？我要真走丢了，我爸肯定得疯。不就吵个架拌个嘴吗？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非得把父母整死啊？你没看今天来的家长吗？每一个跑丢的孩子都是心里的痛。李飞同，哎，明天还有几个人来？还有3个，也是10年前家人失踪的，明天陆续都会过来。好。您是？我是徐森，我是宋文的爱人，我们2个订过婚。你是在2009年8月14号晚上6点钟去东区分局报的警，对吗？是。那宋文有没有骨折过？在初2的那一年，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有一次他从单杠上摔下来，那个时候是我送他去的医务室，当时说的好像是锁骨和肩胛骨骨折。死者的肩胛骨还有锁骨有陈旧性骨折，但是修复得非常好，这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得到过非常良好的照顾。你女朋友失踪的时候，是不是穿的这条裙子？是我给她买的，是她在失踪前几天，我给她买的。你再看看这个，眼熟吗？
我姐姐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只有14岁。她高中毕业就跟那个叫徐森的私奔了。我父母也一直不愿意原谅她，觉得丢人。这次是我自己偷偷来的。其实我父母一直不愿意接受我姐姐已经死了这件事。他们始终都觉得我姐姐肯定还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那关于10年前你姐姐的事情，你还能想到什么吗？我记得她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，好像是跟我说，让我给她转点钱。她说她怀孕了。谁的孩子？还能有谁啊？徐森啊。一会儿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法医，提供一下你的 DNA。我们需要亲属跟死者之间的骨髓进行最终的配型比对。好。警察同志，我还想问一下，我姐姐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死者宋文，10年前是北市新城2中高3的学生，19岁辍学，和青梅竹马的同学徐森私奔来到本市。宋文最后的居住地址是乔家园7号楼303。乔家园？对，案发拆迁地小区。我在这儿啊，都快30年了，这里的每一户我都认识。那您记不记得2009年的事儿了？2009年1月13号到2010年2月10号，在7号楼住的一对小年轻。那我不知道，那我肯定是没见过他们。但凡我见过的，我都认识。我们那会儿啊，这地方有几个单位的职工宿舍借租在这儿，还有好多的外来人口，房租便宜呀，所以这人员挺复杂的。但是只要你在这儿住，我们这都有记录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你们发现人的那个地儿啊，那个院子什么人都有，晒被子的、唱歌的。但是到了晚上呢，那个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，因为老有人喝完酒啊，他从楼上往下扔空酒瓶子，那容易伤人呐，是吧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们说的那2个年轻人，是不是住7号楼？哎，可不是嘛，说的就是7号楼。您认识吧？那2个人呐，不怎么样。大妈，什么叫不怎么样？也别怪我说他们啊，那俩人呐，就打眼一看，他就不是干正经事儿的人。头，这是当时租借人员的名单，我们觉得刘方远的嫌疑很大。这个叫刘方远的，在2年前跟人打架，以故意伤害罪被关进了西郊监狱服刑，被判了3年。在10年前，他也住在乔家园这个小区。马上给监狱发函，请他们协助我们询问。这个叫宋文的女孩，你认识吗？好像见过。你知道这个女孩怎么死的吗？死了？她死了？你们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跟那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我当时有女朋友，我不敢找她呀。不过我知道，西边那楼的黄勇，北边小超市的色痞子老蔡，对，陈宝亮，他们那楼的陈宝亮跟那女孩有好几次呢，都让我撞见了。根据记录上记载，宋文是在2009年8月13号晚上10点10分失踪的，但是徐森却是在第2天晚上6点钟报的案，这中间过了快20个小时，他到底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在怀疑？这么多年办案的经验，女朋友失踪跟男朋友、前男友有关系，妻子失踪80%跟丈夫有关系。我们也调查了，宋文很有可能之前是在从事卖淫活动，所以徐森呢，他是有杀人动机的。他的女朋友宋文失踪以后，他就没有离开过本市。他读了夜校，打了零工，现在在一家销售公司做文员的工作，而且他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单一。他在这个城市这么多年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，更没有女朋友。而且我们还跟他的家里人联系过，他的家里人说他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回去过，
甚至连过年都是一个人在这边过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他跟家里人说跟宋文分手了，失踪的事情都没有说过。是宋文失踪之后，徐森担心我们查到了什么，所以一直在这儿。哎，别见怪啊，警官，我们公司最近在卖内衣，没事。公司小，仓库不够放，都堆在这儿了，他就坐这儿。哦。那边是我的位子。哎，徐森在你们公司待几年了？我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来了，一直坐我旁边。都4年了，才这么点东西。徐森这个人好像就比较简单，生活上事儿不多，也没啥要求，钢铁直男。哎，不过他工作算努力的，也不介意加班，经常就睡公司了。就那边几把椅子，忙的时候他拼起来能睡好几天。他这人平时什么性格？人挺老实的，不爱说话。下班后我们的聚会他也从来都不参加，挺独来独往的吧。他没提起过他女朋友的事儿？没有，他有女朋友呢。啊。那天晚上，他说他下楼买个东西，去趟超市，他穿着拖鞋就出去了，我也没有在意。直到后来他一直没有回来，我才报了警。那他是当天晚上10点多去超市买的东西，好几个小时没有回来，你就应该马上报警。那你为什么要等到第2天的晚上你才报警？我那天可能我睡着了，后来我就想再等等，但是我第2天发现他一直没回来，我觉得可能出事儿了，所以我第2天再报的警。你女朋友当时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宋文给他的妹妹打电话，告诉她自己怀孕了。根据时间来推测，她失踪的时候，应该怀孕3个月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之前我没想过，我刚刚到本市的时候，日子会这么艰难的。我们2个没有学历，没有文凭，我们就刚刚到这个城市，我们生活很艰难，我只能靠洗车勉强维持生计。有一天文文他拿回来很多钱，他告诉我他是陪人喝酒。徐森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陪人喝个酒。我不要这钱。徐森，面对现实，正因为我们想要在一起，所以更需要赚钱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挣啊。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也可以赚钱养你的。好，我错了。那你保证？你保证你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？我保证。